数不清的华服、美侣、香水粉盒，他的狗都有钻石项链。凡尔赛初代网红，何不食肉糜的玛丽皇后，虽然她罔顾民生，但她的美学品味的确影响了无数后人。不爱凡尔赛宫，却独爱路易16送她的行宫，这成为了她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这座宫殿意想不到地把东方小渔村推向世界。这座宫殿在法国，也在上海。你或许不信，那就来听听我精心整理的建筑背后的故事。有钱必读哦。世界名画手执玫瑰花的玛丽安托瓦奈特的背景，认为是断头皇帝路易16送给这位末代皇妃的小特利亚农宫的花园。这座位于凡尔赛一隅的玲珑行宫，也是这位凡尔赛玫瑰的钟爱之处。建筑采用简洁的立方体形式，屋顶被栏杆隐藏起来，主庭院的南立面装饰着4个壁柱，面朝经典法式园林，和谐的比例下简洁优雅。这座外表毫不起眼的宫殿，正是因为玛丽皇后而被世人熟知。虽然教科书上的她声名狼藉，但是后世也不乏众多名人表达了惋惜。就在我们上周介绍的上海华尔街上，有这座法国皇室行宫的复刻版。这座外滩15号建筑沿用了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整个建筑以正门为轴线，两边对称。和小特里亚农宫相同的是，正面都采用了5开面的比例关系，但这一座更强调轴线对称感，所以外形更为端庄雄伟。入口门廊两边为塔斯干双柱，2、3层立面贯穿2根爱奥尼克圆柱和4根壁柱。其实原来正门上方柱顶各有一尊青铜女神像，又是因为那个你们懂的时代，女神从此消失。虽然门牌号是15，但它还真配得上外滩33座建筑群里的第一。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的办公楼，上海第一幢从设计、材料到施工都能媲美欧洲的建筑，最早以现代雕塑作为建筑装饰的实例之一，也是上海第一座安装电梯的大楼。这座建筑作为曾经的华俄道盛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屈辱的一页。它的诞生显露了沙俄一直以来的侵华野心。1895年，这个最先由俄法两国出资成立的银行，诱迫清政府入股。即使清政府出资比俄法加起来还多，但连董事会的一席都不给。而沙俄政府颁布的规定中，却甚至赋予该行发行连厕纸都不如的货币——枪铁，以至于后来几十万家庭财富归零。而发行枪铁的行为，本意就是要将华俄道盛银行打造成清朝未来的央行。也幸好后来沙俄走向末路，这次破坏力还未遍布整个中国。而枪贴因为废弃，只能用来糊墙，被称作墙贴了。其实华俄道盛银行最初并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几幢楼之隔的29号。这块地曾属于隔壁33号的老鹰领馆，经过层层转手，1870年法兰西银行入驻，到了1896年，原法兰西银行归并华俄道盛银行，总部位于圣彼得堡的华俄道盛银行在黄浦滩29号开设分行。1911年，华俄道盛搬去15号，而29号则由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买下，翻造新楼，留存至今。而华俄道盛搬去的15号地块上，原有的业主也是大名鼎鼎。英商宝顺洋行大班颠地兰士路在1844年永租此地。宝顺洋行原名颠地洋行，那时来华英国人还挺懂中国文化的。宝顺寓意宝贵和顺，主营业务是生丝和茶叶的商贸，还有鸦片。这位就是颠地宝顺洋行的大班。那场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虎门销烟，虽让他损失惨重，但他脑子灵活，把目光投向刚开埠的上海。那时外滩只有农田和坟地。1844年，颠地向九江路20多户农民租赁了10几亩土地，经营航海打绳业务。
因九江路原是靠江仙道，最初这也被叫做打绳路或是仙道路。1年后，滇地就马上拿到第一份合法土地契证，英策1号到期，从此拉开了上海的近代发展建设。百度百科里，滇地被称为鸦片贩子，保顺洋行也被归于此认定。但是，当我们细看历史，会发现苏州河上第一座桥是由保顺洋行参与集资建造的。1906年，这座桥上开的第一部电车的运营公司主席也来自于这家洋行。而在九江路上颇为瞩目的红教堂圣三一教堂的地皮，原来也是保顺洋行的合伙人 Thomas Chabill 捐赠的。比尔的纪念碑在英格兰的教堂里仍保留至今，而埋葬他的上海山东路公墓早已荡然无存。还有，来坐拥这座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 HSBC， 它的董事会首任主席主要发起人 Francis Cholmondeley 正是当时保顺洋行的代表。从外滩15号到27号，再到12号，这些看似没有规律的建筑，却始终被一根线互相牵引，又互相拉扯。因为这正是上海1843年开埠开始，赶上了的19世纪金融商贸全球化的大浪潮。不论好坏，至少它推开了大门，勇敢地开始接受挑战了。Money never sleeps， 而冒险家们勇立潮头。自从开埠后，上海这片土地上洋人洋行们就来来去去，浮浮沉沉。1898年，一位德国建筑师来到上海，开设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筑师事务所——裴高洋行，并一举中标拿下15号华俄道盛银行。裴高个人非常低调，没有留下个人照片和更多信息，但是裴高洋行在上海的10余年里留下了不少童话般的建筑地标。华俄道盛作为裴高的开山之作，从建造开始困难重重。建造在冲积平原之上的上海，下面有280多米的松软土壤，含水量高，就像豆腐一样。外滩在100多年前只不过是滩涂，当初英国人要租这片区域的时候，上海道台开心的合不拢嘴，这是哪来的傻子？要这样的地能干什么？因为那时豫园才是上海的 CBD。1880年，德国海里西亲王正是在豫园被宴请，可见豫园规格之高等同于故宫。而往后的180年，这片乱葬岗上崛起了上海最魔幻的城市天际线，上海成为魔都，罗马非一天建成。这些建筑在100多年前疏松的地质上如何树立起来的呢？在如豆腐般的土质上，以当时技术要建立起一座全石头做的楼，还未有先例。第一代的外滩建筑都为东印度殖民风的砖木结构小楼，这就导致第一代建筑要么容易被白蚁啃噬，要么毁于大火。而裴高这座全石的建筑方案能夺第一，正是因为开了上海建筑之先河，但落地则是另外回事了。当时造那个外白渡桥的时候嘛，外白渡现在我们看到外白渡比它建得晚，在前面木头桥的时候，当时也要打桩的。这个木桩打下去呢，你就是没用力打了几下，这个木桩忽然的哗一下就沉到这个域里面去，找不到了。在考虑到上海软土地质的特性之后，裴高就想到在地下做一个很大的筏式基础，这种没有打桩而采用砂石垫层做基础的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首次。建成时，德国当地媒体称赞为有史以来整个中国沿岸最结实耐用且最为昂贵的建筑。地球这一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筑艺术成就自此打破。虽然无缘一窥内里乾坤，我们就跟随教科视频来看一下这座全砖石构造的建筑吧。推开大门，每一处都彰显出了这座银行大楼的精致。正门两侧各一排的艾奥尼克立柱，其纤细秀美的外形特点代表着女性优雅高贵的气质。
与大厅中间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汉白玉扶手巧妙搭配。随着扶梯来到2层，就可以看到这座大楼最具有特点的回字形建筑布局。中央是贯通3层的大厅，四周除了矗立的埃奥尼克立柱之外，在回廊两侧的墙壁均有浮雕装饰。浮雕均采用了工业、农业以及矿业等极富时代背景特色的主题，这与当时华俄道盛银行所在年代大力参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极具特色的内饰也同样吸引着眼球。这些镶嵌在墙群中、依据德国本土动物形象而来的柚木和浮雕，就透露出了设计者的思乡之情。在其他的房间中，还能感受到描金装饰与轮廓分明的吊顶，以及雪白墙面上的巨幅油画所带来的俄罗斯宫廷气息。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大楼内五彩斑斓的玻璃彩绘，在这里也被设计者恰如其分地混搭进了建筑之中。再辉煌也抵不过时代的巨浪。1926年，华俄道盛破产；1928年开始到1949年，这里便成为了民国中央银行。从此，中国混乱的金融格局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这张模糊的照片便是第一任行长宋子文。前不久，一部电视剧《追风者》就是以这里为原型拍摄的。主人公魏若来的原型顾准，这位被称作中国哈耶克的财务学家的命运和这座建筑的前几位业主一样，从高光坠入深渊。就如果歌里说的那样，当诗歌与传说都保持缄默，只有建筑在说话。上海之所以为魔都，可能就在于无论历史在这些建筑里如何反复重演，总有人走，也总有人来。冒险是这座城市的底色。